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1月2号星期四，我等天亮了才开机的，已经跑了快10公里了。我前面就是大阪的难波那个区域，今天在南边绕一圈，然后在大阪城绕一圈。今天要恢复正常的训练量。这边湿度比较大，所以同样的气温感觉还行，现在12摄氏度，身体也好多了。今天聊聊什么呢？今天聊聊新手马拉松比赛的对策。我老说要冲成绩的小伙伴们，但是其实绝大多数参加马拉松的小伙伴都算是新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白了，只要你有明显的掉速，有抽筋儿，有各种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每次都这样的话，那就叫新手。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策略？因为我也是从这个情况这么跑过来的。行吧，那一会儿咱们再聊。跑了14公里多了，到大阪城周围了。这儿绕一圈回家，应该正好是21。昨天 Pace 3的系统更新了，说是优化了海拔，回头再找一个时间去试试折返路线或者是跑圈路线。还有关于明年的大阪半马，有个小意外，就是报名的时候，他们这儿特逗。他报名的时候写的是11月5号之前提交成绩就可以分到 A 组，我就没想就报名了。结果才发现报名的时候你就得选你要不要提交成绩，而且它不是个选项，它是另外一个入口，就是他们这儿这个报名是好几个入口，你不同的入口进不同的地方。我没太注意，因为都是片假名，他那个 Group A 是就他们这儿的片假名拼出来的 Group A， 我没反应过来，等于现在就要跟组委会打电话，因为组委会没有邮箱。我试试看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，不行就他给我哪个区就哪个区，因为跑完那个就回北京，还是比较累的，到时候看吧。咱们说正题，我看好多小伙伴说完成了首马，最后都特别崩。正常。我老说新手，其实不是别的意思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真正什么时候认为我不是新手了。可能是去年的北马跑完，甚至是今年的东京跑完了。就是我有那种从容的感觉了，我觉得我不是新手了。新手跑马拉松面临什么呢？面临更多的其实不是缓慢的掉速，而是一下就崩了。缓慢掉速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去年我的北马最后6公里，每公里慢了几秒。那个叫缓慢掉速，那个就是你心有余力不足，就是我还能冲，我觉得我还是使了那么大劲儿，我也没有因为没劲儿而使不上劲儿，但是他就是快不了了。这已经不是新手的状态了，新手是就感觉不行了，就已经迈不动步了，那种叫新手的掉速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抽筋儿，新手抽筋儿应该绝大多数在小腿上。先说第一个不成熟的小经验，我先说一下啊，我这些经验都没有科学依据，有的甚至是违背常理的，但是管用。就像我的跑姿或者我的步频，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，对于我们没有基础的普通人。第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不要变速，不要走。像高手们应该有这种感觉，跑完一场马拉松，
跑完最后冲刺还挺有劲儿的呢，但是你停下来，最后一去换鞋或者一抬腿换裤子，你就觉得要抽筋儿。它就是这样的，肌肉你要保持一个运动的连贯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呢，这个我觉得最重要，就是比赛和平常的训练没有什么不同，千万不要特别对待。这个特别对待特指在发力上。像一开始我跑马拉松就是，我老想的有42公里呢，我得跟平常不一样，结果就完蛋。这个不一样，有的是生理上，有的是就是你的注意力会更多集中在你的感觉上，你老担心10公里会不会累呀，15公里会不会累呀，20公里会不会抽筋儿啊，对不对？您可以利用平常跑步训练的时候，您试试，你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小腿的肌肉上，你肯定觉得小腿特累。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是你的小腿用了更多的劲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注意力放在这儿，会比平常多一些。这个不好说，这特别的奇怪。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呢？是2018年跑柏林，我跟了一个345的兔子，但是最后我345 40多秒，因为我跟他不是同一个时间出发的。到最后几公里，我记得是跑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，我要抽筋儿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不行，我要抽筋儿。然后他跟我说别去想你的肌肉，我就试了试，就想别的，哎，果然就感觉腿就变成了，腿会从一个发力的感觉变成了一个支撑的感觉。这种最正常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是你没有感觉到你的小腿肌肉在使劲儿，但是它其实在使劲儿了。这个就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。就说您听我的，不想一开始可能也不行，他毕竟还有能力的原因。抽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并不是您和我的肌肉差什么，而是说他还不适应长时间的运动。这个单纯指的是长时间，可能跟强度都没有太大关系。就是可能您跑6个小时也抽筋儿，您可能跑4个半小时也抽筋儿。怎么应对这个呢？新手小伙伴，如果您跑不了太多，恢复不过来，您就试试我老说的办法。您把每一次的训练呀，距离变长一点。比方说，您原来每天都跑，您可以变成隔一天跑一次，但是把距离加倍，慢一点也没关系。目的是拉长运动的时间。为什么有人说，更多的慢跑有用呢？是因为人家主动去慢跑的前提是月跑量不变，那变相的他的运动时间就变长了。他的心肺、他的肌肉耐力、关节耐力就会被更多的锻炼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小苗还是应对抽筋儿的，因为我觉得新手只要应对好抽筋儿就行了，不用太在意这公里快了或者下公里慢了。马拉松就是说白了，您只要是跑下来的，破4问题都不大。因为您如果只有6分多的配速的水平，您也跑不下来马拉松，您肯定是跑走结合的。我后来怎么应对抽筋儿呢？会有点用，会把抽筋儿的影响降低。当然，这跟我的跑步技术也有关系，就是我的步子小，步频快。那时候到北马最后那2、3公里、3、4公里的时候，要抽筋儿，或者每一步都有要抽筋儿的感觉的时候，
我会在抬腿的时候有意的勾一下脚尖儿，就是说白了做一下拉伸的动作，有用的，真的有用的，但是配速就会慢。如果不是大抽筋儿到完全不行，不建议停下来拉伸，意义不大。但是如果您需要停下来拉伸，那就一定要拉到位。就像我今年的波士顿，我大腿抽筋了，大腿后侧严重抽筋儿。我不想耽误太多时间，第一次停下来就抻了一下，我就起跑了，还是不行，没拉到位。之后我又停下了，然后使劲的拉伸，特疼，拉到位了，觉得一下好了，我就继续跑了。如果您停下来拉伸，一定要拉到位。最后一个应对抽筋儿的小窍门是，千万不要刻意的脚尖向后使劲儿，尤其是到最后，您千万别说我一蹬出去，然后脚尖还绷脚面，让小腿的肌肉是一个收缩的那么一个趋势，千万不要这样。这样你保证一下就抽筋儿，相信我。最后一个小窍门就是，您可以在最后几公里不行的时候，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您的臀部肌肉和大腿两侧，就是臀部两侧髋关节的肌肉上。您可以找那种用大腿跳着跑的感觉，当然不是刻意跳着跑，是找那感觉。然后每一步呢都怎么说，都增加摆臂，就摆臂夸张一点，在您的自己感觉上。其实别人看起来是不夸张的。最后说呼吸，就是呼吸，您千万不要说还有1-2公里了，我可以不调整了，我就大口喘气，就特别快的那种喘气，那样你坚持不了多一会儿。一定要把呼吸节奏保持到最后，吸气尽量深一点，然后呼气尽量的快一点就行了。如果能维持住一个匀速状态，40公里左右的水站补给站，就千万不要再停再进了，没有用，有可能一个节奏变了您就崩了。大家听我说话，看我状态也没事儿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谢谢大家。之后就是新手面临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赛场上一些不成熟的小经验。那咱们训练之后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11月2号星期四清晨7点22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是第2个训练日，恢复到一个半程马拉松的距离，平均配速4分54，跑了1小时43分钟，平均心率144，功率208，步频198，步幅103厘米。就是稍微身体状态不好一点的时候呢，步频加快是会第一会降低受伤的程度，第二呢肌肉没那么的疲劳，但是呢坏处也是明显的，步频其实是直接会影响你的心肺压力，步频越快心肺压力越大。今天是差不多就是先慢后匀速，一开始5分多起步，之后就都在4分30，然后之后慢了一点，然后最后又快了一点，差不多这样追随体感。这段路可能觉得跑得高兴就快一点，这段路呢觉得有点艰难就慢一点，比方说大上坡的时候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新手，其实等直播的时候吧，可以给大家看看之前马拉松的赛道的照片。其实我感觉我从2018年开始，其实我的照片我的状态一直都是这样，只是说你内在的东西会随着耐力运动的魅力其实就在这儿，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，就是你练也是这样，不练你可能看起来也是这样，最多就是可能瘦一些，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练也很瘦，但是内在的东西你就觉得完全的不一样，这个特别的奇妙，所以这可能也是马拉松的魅力之一，对我来说。
好吧，你们看我的状态什么的已经好很多了，就是还会有一些睡眠的不够好，深睡时间会比较短，而且像我睡觉的时候也是带着 Apple Watch 的，会看心率变异性。这心率变异性只能验证你的对身体的判断。从26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，就是大概在40多左右，确实是挺低的，而且是就是从26号之前一直呈下降趋势，然后一直就这样。但是昨天已经开始上升了，今天是70多，今天起来以后，所以这就是心率变异性，是验证自己对身体的，不管是生病还是疲劳的一些判断。它其实也，我觉得还是不是靠它来做金标准去指导你什么，好吧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这周末应该还是比赛日，好多有比赛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上周我的一些建议，我们一起加油干。也祝您在未来的比赛都能顺利，好吗？那我们明天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